Hello，各位大家好，教了万年的小白 Gary 又回来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会打造一个整个全新的系列，就是教导你这样子从个小白变成一个会交易的人、会分析的人，好不好？所以很简单。OK，so 我们废话不多说，我就直接跟你分享说，今天这个视频我最主要要跟你分享的几个内容。OK， 首先第一个呢，在我们开始做交易或者是做投资之前，你一定要明白。我们市场上有很多不同的工具去帮助我们完成这件事情。OK， 这样首先我们的两大通道，第一个呢，我们就必须要知道什么是现货，第二就是期货。然后你知道了过后，我再来跟你比较什么是现货，什么是期货，然后你什么时候应该用哪一个。OK， 好不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基础的交易术语，就很简单。每一个行业有自己不同的所谓的语言或者是术语。这样你要知道，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 ，OK， 有什么样的术语代表这讲的意思，你很快就可以 get 到，好不好？而不是说 OK，可能比方说在做直播的时候，我讲了很多那些技术性的一些术语，可是你一个都听不懂，这样的话就很难做一个连接。OK， 你也很难明白到底我们在讲什么东西，所以基础是非常重要。再来第三个就是订单的类别，就是在这个市场上，我们讲要开始去进行交易，要开单。OK， 这样你要用什么样的订单去进场这个东西也是很重要。所以呢，我都会在这个视频跟你分享。那么for 这整个系列的话，其实我已经把所有东西已经编排好了，就是步骤你应该从哪里开始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可以直接上手去进行技术分析还有交易。OK， 说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第一个内容。OK， 首先呢，第一个呢就要跟你分享什么是现货，什么是期货。OK， 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现货就很像比方说我们买车、买房。OK， 你买水果、买这个手机、买任何东西，这些都是你用钱去换回来的东西。然后呢，这些资产是你的持有物，对不对？你真正拥有它，这些我们就叫现货。那么期货的话更简单了，它其实是什么来的？你就把它想象成，其实如果你要知道更多复杂关于期货的东西，不管在传统的领域还是在这个币圈的领域。OK， 其实你大可去AI 一下，还是 Google 一下，你都知道。我就用最小白、最简单、直觉的话语来告诉你。简单来讲，期货就很像一张白纸 ，OK， 一个合约，一个 agreement 这样子。那么在这张白纸里面，它就给你记录着 ，OK， 你在什么时候去进场 ，OK， 你是买上还是买下然后你去做多还是做空，然后你的价位在哪里，进场离场，你的时间 everything 就是这样子它只是记录。一个记录一个合约吧，但是它你真的拥有这个资产吗？其实并没有 ，OK， 你拥有只是一张白纸，这张纸呢，当然这里你是看不到了 ，OK， 可以它就是一个合约罢了，记录你的交易 ，OK， 好不好？这样我们就来简单就来比较一下，所以你可以看到，首先第一个 ，OK， 你的现货是真正拥有这个资产，你拥有一个手机 ，OK， 真正的这个资产。好，这样如果是期货的话，其实你并没有拥有任何的资产，你没有拥有这个手机，但是你拥有一张纸，这个纸里面写着 OK， 你交易的东西是这个手机，然后什么价位进，什么价位出，这样子吧，就这样简单 ，OK， 可以吗？如果我讲说在币圈的话，比方说 OK， 你的现货就比方说你真正拥有大饼 OK， 然后二饼这就是我们的二哥以太坊，然后还有比方说稳定币 USDT 等等这些都是你的现货这些都是你的现货 OK， 你真正拥有它。OK， 这样相对起来，对面 ，OK， 我们在进行做这个合约交易的时候 ，OK， 我们手上有的是什么？我们有的就是一个永续合约，我们叫 perpetual futures，OK， 永续合约就是一个合约这样子，你看不到的。然后呢，我们每一次可能进行交易进场离场的时候，对，就只有这个合约吧，这样子 ，OK， 里面记录着所有交易的一些细节。好，再来。究竟什么是杠杆？很简单 ，OK， 杠杆你在这里一开始你是小白，你只需要知道杠杆简单来讲就像一个放大镜就可以了 ，OK， 放大镜。就比方说你讲用10倍杠杆，就是你把这个结果放大10倍如果是20倍，就是这个结果放大20倍。比方说1块钱的东西，如果你用20倍杠杆，它就变成20块。你先这样子理解就可以了，很简单。OK， 可以吗？这样我们回来，这样其实现货的话，有没有杠杆 ？OK， 其实，在我们这边 ，OK， 如果今天我们就是进行这个现货的这个交易 ，OK， 我们是没有用杠杆的。你讲这里看到1倍什么意思？1倍其实就是有等于没有这样子就没有杠杆的意思。OK， 这样今天期货
合约交易有嘛？期货合约交易其实是有杠杆的，而且这个杠杆的倍数可以去到很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很多人就是觉得说 OK 期货交易其实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一个活动，因为还有杠杆。但是其实这有个老师跟大家讲，杠杆的这个倍数是你可以自己调的。OK， 你完全不需要，很像比方说今天这个平台给你最高可以去到多少倍的100倍的杠杆，200倍的杠杆，你就拉完，没有这样子，你可以用2倍，你可以用3倍，对不对？其实这个东西是人可以自己去控制的，好不好？所以呢这个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好不好？杠杆当然就是如果今天你用的越多的话，你的风险肯定是越高的，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很公平的事情。好，再来。你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讲盈亏的来源呢？盈亏的盈利跟这个亏损的这个来源我这里写的直白一点，叫做输赢的来源。OK， 你的现货输赢的来源是来自于今天这个现货的增值或贬值。那比方说你的车是不是买了每一年都在贬值对不对 ？OK， 可是你的房不一样，你的房的话呢 ，OK， 它是会慢慢去增值的，因为它是货真价实的，可能有一个土地，那土地是会随着时间增加它的这个 value。所以就会起到一个增值的状态，然后就可以从增值或者贬值，就是会引导出这个后续的盈亏这样子 ，OK。然后对于期货交易的话就很简单，其实期货交易的因素就来自于差价 ，OK， 就差价，可能就那几块钱或者是几毛钱的事情就这样子罢了 ，OK。然后它的价值走向会是怎样？价值走向的话，现货其实最终，如果我们今天讲说这支笔 ，OK， 或者是讲这个手机。有一天不再受人去使用了，它在市场上的这个需求也不在了，它最多价值就归零，对不对？就没有了嘛，没有人要嘛，那价值归零了，对不对 ？OK， 这样期货的话就不一样，期货的话呢，它是有正数也有负数的有 positive 有 negative，OK， 好不好？那现货的话，其实最终就是变零了就这样 ，OK。所以呢，最后这一个这个可交易方向，其实这个很重要。这很重要 ，OK。如果讲说今天我们上面的东西以上都是一些认知，都是一些丢利的东西，像这个东西呢，是你刚开始要做投资或者做交易的时候 ，OK， 你要这样子去执行，有什么样的方向你可以去执行它，然后让它可以产生出一些盈利，对于我们这个东西可交易方向就很重要 ，OK。首先我先讲一下，我们先讲最简单，就是我们在现货，我们在现实世界。的一个情况，什么叫做单向？什么叫单向交易 ？OK， 现货是单向交易，为什么？比方说很简单，我们开一个杂货店 ，OK， 然后呢，今天我们要可能卖一些水果，我要卖水果 ，OK， 你有货的情况下，你才可以卖出去，对不对？所以简单来讲是什么？我一定要先买水果 ，OK， 然后我有货了，我才有办法可以卖出去，对不对？就这样简单嘛。你不要讲说我签这先不要，我不要讲这种签这的情况 ，OK， 我们讲最小白最直接的方式，我要有货钱，我一定要先买先，对不对？那我买了我才可以卖嘛，就是这样罢了 ，OK， 所以这个叫什么单向交易？我没有的选择，我不能先卖，我一定是先买货了，我有货我才可以卖 ，OK， 这样在币圈里面也是一样 ，OK， 在币圈也是一样 ，OK， 现货的这个板块里面，我们必须要先买一些币。买好币过后 ，OK， 可能一个牛市来了，你要卖掉 ，OK， 然后通过增值里面去赚钱，就是这样。但是一开始你可以先卖吗？你不能卖，你手上没有货，你是不允许被卖 ，OK， 去卖这些资产 ，OK， 这样期货就不一样了，OK， 期货的话，简单来讲我先告诉你，就是今天它不管走到什么样的价位，你都永远可以有2个选择，一我们叫做多，二我们叫做空。什么叫做多？做多其实跟买的概念很像，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买？我们什么时候买？我们就是逢低的时候买，对不对？低价的时候去买进，对不对？然后如果在它上到一个高位很高的价钱，我们给它卖掉，这叫买，对不对 ？OK， 这样其实做多理由跟买是一样的，我们就是在低位的时候做多。我们为什么做多？我们提前看好，或者是说预测去进行分析，然后预测说 OK， 在不久的未来它会涨，所以呢，我现在做多。OK， 再讲直白一点，就是你看涨，所以你选择现在做多近期做多这样子 ，OK， 这样做空就完全倒反了。你看它跌，所以你才会在近期做空，然后如果它真的跌的话，你其实是赚这钱你其实就是赚这钱，好不好？我这里用一个赌场的一个比喻 ，OK， 没有要带坏大家，就是我们所谓的大小，对不对？我们有玩大小，对不对？你猜大猜小这样子。
其实做多跟做空的意思跟大小其实差不多，但是这里没有大小，只有上跟下。OK， 这里就是上跟下。OK， 升跟跌没有大跟小，好不好？这样做多的话，就是你预测说 ，OK， 它在可能明天睡觉起来，它的价位会上，所以你现在做多。如果你预测它明天会跌，这样你现在做空，它跌了你就赚钱。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你永远看到一些交易员，你会听到说，哎呀，不管它上还是下，我都有机会赚钱啊，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机制啊，你明白吗？这个机制而导致到说，哎，其实我们交易员，其实我们是可以选择做多或者做空啊，这样子咯。OK， 我就可能用这个图来作为一个例子。OK， 所以你看到的这个我们叫做这个价格的图表。OK， 价格的图表，然后旁边就有很多的这个资产，所以过后我也会出一期去讲说要怎样子去使用这个工具啊，这个工具是我一路以来用来去进行技术分析的一个工具来的。OK， 好，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价格，这里我们选择的是比特币，比特币的这个价格有上有下，这个很正常。OK， 所以我们先讲就是做多。OK， 做多。OK， 假设比方说我就拿OK 这边，我就拿这边。OK， 假设你预测，你在近期里面可能会有一个上涨 ，OK， 这样你在这里附近可能这里是它的价位76,000多，76,200多 ，OK， 我就在那边可能提前去做多 ，OK， 先去做多，进场做多，那进场做多了，它上去OK， 它上去这样你就可以从这个上升里面去赚到钱就有一个盈利这样子。但是反之什么？比方说，如果你是你看它跌了。然后你觉得 OK， 这里是一个底部，你想要做多，因为你看它可能明天会涨或者是下一秒会涨 ，OK， 你去做多，对不对？可是过后它跌了 ，OK， 这样做多你的方向对了，你就有一个盈利咯。但是反之，你做多它掉下来，你就会有亏损，它是一个很公平的东西，明白吗？就这样简单 ，OK。这样做空是怎样做空的话就倒反嘛，对不对假设说到这边 OK 高点了，高点了。OK， 来到了一个高点，你看它会跌 ，OK， 你看它会跌，所以你在高位的时候，这边附近 OK， 你去选择做空做空 ，OK， 过后掉下来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赚钱，你就盈利 ，OK， 你就盈利，但一样的 ，OK， 公平的。反之，比方说，如果你在这边，你觉得前面在跌，这样这里应该会继续跌，你看你做空 ，OK， 你做空，结果呢，你知道怎样？过后这些涨了，这样这里就会有一个亏损，可以吗？你就会有一个亏损，就是这样简单的意思。OK， 所以不懂的话多看看，多听听，即便你们就懂。OK， 这样我们讲回现货。OK， 现货的话只能怎样？你只能买你永远只能够先买你永远只能够先买，买了过后到高的地方你再卖。OK， 可以吗？你不可以去做什么高位做空一大堆，不能这个就是现货的那个条件。因为它的机制，它不允许你这样子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OK， 很多，比方说讲散户一买可能买在高位 ，OK， 结果一下去了，怎么办？你在亏着，可是很多人就讲说 ，OK， 我没有卖就没有亏，但是你就要什么？你就要牺牲你的时间，你时间成本，它就一直跌，你就要永远等它回来这个就是现货为什么叫单向交易然后期货它为什么方便？因为它是双向交易，你同时，比方说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决定你要买上。OK， 还是买它跌，就是这样OK， 好，所以如果听不懂的话 ，OK， 你可以再多看几次，其实它就这样简单的一个概念吧。OK， 所以呢，了解完这个可交易的方向过后呢 ，OK， 我们继续接下去一些比较简单的基础的一些交易的术语交易的术语这个东西是这些词汇都很重要。OK， 最基本一入门你一定要知道的，然后它相对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术语。OK， 首先第一个呢 ，OK， 我不讲盈亏比先，因为盈亏比是要先讲完上面的东西先，我就把它拉下来。我先讲止盈 ，OK， 英文叫做 take profit， 什么意思 ？OK， 简单来讲就是当你赢着钱 ，OK， 你有一定的盈利，你有一定的 profit， 到了一定的时候，你要比方说100、200、300，然后你做一个动作 ，OK， 我要离场了 ，OK， 我要离场了，我要 exit， 我要离场，我要拿这个盈利走了。我要拿这个盈利放进我的口袋 ，OK， 这个我们叫做止盈，你其实就是止盈 ，OK， 这样止盈这个动作，可能就会有人问说，老师这样不要止盈不是好咯，就给它无限的去成长这个你就想太多了，因为市场的波动很大
OK， 你如果没有做这个止盈的动作，它永远就会有一个 U-turn 回去啊！你不懂得怎么收钱，永远就赚不到钱，就这样简单。所以为什么止盈这个动作，其实在对于交易员来讲是很重要的，而且是一门学问。这样再来第二个止损，这个更重要了啊，这个更重要了。止损简单来讲就是止盈的反面。OK， 你及时止损，比方说 OK， 你做好这笔交易。然后你跟你自己讲 ，OK， 这笔交易最多我就是有一个亏损，一个10块，然后我就离场，我就不玩了 ，OK 啊，这个10块就是你止损，你的止损点，明白吗？就是你及时防止那个继续的亏损，我们叫止损 cut loss 或者叫 stop loss，OK， 所以它是止盈的倒反，一个是在赢钱的情况下你及时收手 ，OK， 我们叫 take profit， 一个在亏损的情况下你及时收手，这个叫做止损 ，OK， 明白吗？就是这样简单 ，OK， 就是这样简单 ，OK， 它跟做生意其实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啊，你投资在这个生意 ，OK， 如果这生意真的是撑不下去，它最多我给它最惨 ，OK， 它可能几个月没有这个营业额，还是很低，然后店面一直处在一个亏损的情况下，你讲说不然关掉，不然的话那个损失一直出也不好，对不对？一样概念的。OK， 这样进场点跟离场点其实就是很直白的意思了。OK， 进场点就是我们的进场点在8万块 ，OK， 看是做多还是做空的意思。OK， 就是我们要进场，我们要执行这个交易进场。OK， 进场点就是我们的 entry price， 我们的这个价位。那比方说 ，OK， 你听了直播，或者是你分析了过后，你觉得 OK， 这个价位是这个进场点。OK， 这个价位是我要的进场点，我值得去做一个进场的一个地方这个叫进场点 ，OK， 可以吧？那离场点呢，就是你准备要就是收掉这张单 ，OK， 你不要继续 ，OK， 你可能是以在赚钱的情况下收掉，要不然就是止损的情况下，就是损失的情况下去收掉我们叫离场点 exit，OK， 就是这样简单。好，那么最后一个盈亏比，这个盈亏比呢，其实也是很容易理解的，OK， 这样子讲。比方说，今天你就把这张单当作是生意来看 ，OK， 你就跟你自己，你就讲说，这张单，如果我问你这张单赢的话，它有可能会赢个10块 ，OK， 可是输的话啦，输一个20块这样你觉得这笔生意啦，值不值得做肯定不值得嘛，对不对？你要怎样知道不值得？首先，你以这个片面这样子来看的话，我觉得会算数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不对等的一个不是很值得的一个买卖，对不对？如果你把它比喻成生意的话，这样在交易也是一样 ，OK， 在交易的情况也是一样 ，OK。这样比方说，如果我倒转过来，如果止损的话在6 ，OK， 负6。OK， 负6就是这一个单子，只要我一执行，我赢的话我是赢10个点，可是输的话我输6，叫 OK 嘛？其实 OK 对不对其实是 OK 的。这样这时候盈亏比这样子算，很简单，它其实就是拿你的止盈除以你的止损，OK， 除以你的止损，我们把这个负数拿掉，你的盈亏比就差不多是 1.67 太多小数掉 ，OK， 差不多 1.67。1.67就代表说什么 ？OK， 1.6倍的那个差别1.6倍的差别。这样只要是今天盈亏比只要在1之上1之上的话 ，OK， 可能就代表着这一笔单或者是这个生意是还值得我去做的。因为在交易的世界里面，永远就是一个概率罢了 ，OK， 你不会永远输，你也不会永远赢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怎样子去做到稳定盈利？其实盈亏比就扮演这个很重要的角色。OK， 如果你长期以来可能比方说你的概率是50-50 ，OK， 一张赢一张输，一张赢一张输 ，OK， 如果你想看今天你的盈亏比是1，就代表你的止盈可能是赚5，然后如果是输的话是亏5，盈亏比就变成一个1倍，这1倍的情况，一赚一输，一赢一输这样子永远就0嘛，对不对？你可能还要亏一些手续费，好不好？但是如果今天你的盈亏比是更加漂亮，什么叫更加漂亮？就是我所讲的，可能你赢10，输的话输5，你的盈亏比是去到2倍，这样就不一样了你自己算，如果10次，你5次是赢，5次是输了，其实你是赚的，明白吧？因为什么？你盈亏比漂亮，盈亏比来自于哪里？你的每一张单，你赢10，输5，
你如果用做生意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你觉得值得吗？其实是值得的，哪怕有一个亏损我也不怕，因为我知道可能10张单或者是这样走下来，我的概率其实虽然是50%，但是我盈亏比一路以来都很漂亮，这样 OK 吧？对不对？其实没有很大的问题。OK， 所以盈亏比就是盈利跟亏损之间的一个比较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比例，就是这样简单。OK， 可以吗？好，所以接下来 OK 就是订单的种类。OK， 假设说你上面的东西 OK， 你决定了期货交易 OK， 你在期货交易里面，其实不管期货交易还是现货交易，其实都会有这两种订单。OK， 这两种订单，第一个我们叫 market order OK， 限价订单。第二个我们华语都是叫一样的那个拼音限价订单，但是呢那个字的意思是不一样的。OK， 首先第一限价订单我们叫 market order， OK， 因为其实基本上现在的平台应该都很方便，就是都有华语也有英语 OK， 但是以前的话更多的是英语，所以我有些比较重要的词我还是要把它放在这边尤其是英语 OK， 所以你看一个叫 market order， 一个叫 limit order。什么意思你听我讲是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OK， 简单来讲呢，今天你去水果店，你要买水果，你要买苹果 OK， 然后你跟老板讲说，老板现在苹果多少钱苹果多少钱？现在最新假设1粒20块，1粒20块你不用管什么国家的苹果这样贵 OK， 总之我就是一个比例罢了。假设现在1粒苹果20块 OK， 然后你就跟老板讲 OK 现在20块我要买5粒。直接这样跟他买，直接买 OK， 你现在根据最新价格你是没有得选的 OK， 你就讲老板现在我要一要就5粒，这样的话呢这个叫做 market order market order， 你直接买，根据最新价格 OK， 这样什么叫做 limit order limit order 不一样， limit order 呢简单来讲就是什么老板现在苹果多少？20块20块不然这样子了，你拿那个书本出来帮我记录一下只要这个苹果跌到剩下10块1粒，我跟你买10粒 OK， 就是什么其实你可以选择价格，当然你选择价格，如果今天你要买，或者你讲你要做多，对不对？买跟做多其实那个意思是很像，你是不是选择更便宜的？你不会选择更贵的吗？现在苹果20块，我选30块，老板我等30块我再来跟你买，有没？不可能吗？除非你土豪可以这样我闭嘴OK， 你明白吗？但是其实 OK， 如果我们讲正常的情况下OK， 我们可以排队，我们叫排队 OK， 比方说你排队1粒10块 OK 1粒10块，这样就跟老板讲，老板你帮我写在那本书一下 OK， 然后我要10块钱的时候你自动帮我买，然后我再来跟你拿货这样子自动买进，这个叫做限价订单 limit order OK， 你是可以选择价格的OK 好吗？所以当然今天 OK， 我如果讲说 limit order， 我们又有分什么 OK， 我们叫做我们的这个术语我们叫做 limit long OK， 还有 limit short， 很简单limit long 简单来讲就是像刚刚我讲的这个 OK， 现在20块，你想要因为我们 long 我们做多嘛，对不对？做多是什么？做多我们希望是在低价的时候我们看涨，所以我们要在低价的时候排好队 OK， 你看这个苹果以后可能去到50块，对不对？50块1粒，这样我排队在10块这样中间的差价我们可以赚40块，这个叫 limit long 对不对 OK， 这样 limit short 就是倒反你看它会跌，所以我现在 limit 在高位，现在20块，你就跟老板讲说 OK， 老板我要在50块的时候排队，我要做空 OK limit short， 这样未来跌到剩下15块，这样你就可以赚一个35块的一个 gap这个叫 limit short， 就是这样简单 OK 可以吗？所以呢，这个就是 market order 跟 limit order 的差别。market order 就有点像是插队，我要现在直接买，你给我直接以最新的价格这样子 OK。那 limit order 就像排队这样子不要老板，我等我的 best price， 我心里面最好的价格，然后我才去执行这个东西。好，这样现在呢，我们为了要做一个示范OK， 我就使用了这个叫做考试平台，它呢其实是一个交易的模拟器来的也就是讲说它是 demo 这样子啦。可是我等一下示范的所有东西呢，跟真正的交易几乎100%一模一样。OK， 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所以假设说这个是我的这个考试账户真实在考试账户，然后呢我来到一个地方 trading terminal OK， 这样这里首先你可以看到的东西是什么？你可以看到的东西是 OK， 这里就有所谓的图咯价格图图表的东西OK， 然后再来我们就看我们的右手边
OK， 右手边，今天我们要做交易啊，就是在这种地方去开单关单。OK， 首先第一个你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所谓的杠杆。OK， 杠杆当然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杠杆，这样对于这个考试平台最高只有5倍，你可以自己去 adjust， 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的话呢，开单关单 ，OK， 这样通常呢这个 close 我们是不会用到，我们都用 open bar。然后下面呢就刚刚我跟你分享的 market order、limit order，OK，limit order， 然后呢还有一个 condition 稍微比较复杂，可能以后有机会的话，通过特别的视频再来跟你们分享。OK， 现在目前我们就用 market 跟 limit 的话呢，其实是很够用的。OK， 首先 market 跟 limit 你可以选订单的种类。OK， 再来的话 quantity， 也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说你要在这个地方你要输入你的成本你的筹码我讲白话，筹码你要多少 ？OK， 可以吗？这样你要用不同的单位，你要用的是B 的单位，还是用U 的单位去作为这个输入的话都可以。这样这一个算法的东西要用哪一个的话，我可能下个视频再跟大家分享。OK， 好，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什么？再来的话 ，OK， 这里就是设置你的止盈跟止损止盈跟止损点。OK， 然后上面的东西只要输入好了过后，基本上这里就可以直接开单这样你看首先我给大家看的东西是什么？你看market 跟 limit 的差别在哪里？你会发现到说 limit 会多一行东西，limit price， 也就是讲什么 ？OK， 就是讲说 limit 的话，你是可以选择价位的，对不对？你可以排队，OK， 但是 market 是没有的，知道吗？这样比方说啦 ，let's say 啦，我这里随便我打一个1000，随便打一个1000，好，这样如果我直接按 buy long 直接按进场的话，它就是以最新价格，市场的最新价格就是这边直接进场就直接插队的意思，对不对？你 sell short 也是一样，你做空也是一样，好不好？这样如果今天是 limit 的话，要这样子输入，比方说你看我们就拿索拉纳 ，OK， 我们拿索拉纳的话现在是80块 ，OK， 这样假设说你看好77块，它形成一个支撑位，它会涨。这样你要排队在77，你就输入一个77，然后按 buy long 就可以了。OK， 那下面的话 limit 这边它就会出现一个东西，就讲什么？它没有进场，但是它排队。OK， 然后你不要了是吗？你就按 cancel 了，就这样。OK， 这样倒反 short 也是一样 ，short 是高位要做空了。OK， 现在80块，假设说你看到85块，它会跌，这样你就按85块按 sell short 按 confirm 就可以了，就是这样。OK， 可以吗？这样 limit 的话，market 的话不一样 ，market 就是现在直接进。比方说我用一点点试试看，我直接 buy long。OK， 现在的价格是80.11，差不多啦。OK， 玩 confirm。OK， 看到吗？直接进场。OK，entry price 的话就是80.11这里有一个 email 出来然后这个在走这个是真的在进场，就是这样。OK， 这样如果我要关掉的话，我就按全部。OK。这里我有所有 0.1 粒，那我 0.1 粒我 close 就可以了，就这样简单。OK， 这样这里要注意的东西是什么？比方说 ，OK， 有学生会问老师，你讲低买高卖嘛，对不对？这样我用 limit order 啦，我就土豪，然后原本是77块做多 ，OK， 但是我就偏要在高位贵的时候再做多，可以吗？85块，没有90块这样子。OK， 高位的时候我按 limit long 会怎样？这也要注意，如果你按下去的话，对不对？它会直接以现在的价格直接买进，就很像是 marketing 这样子的意思了。OK， 这样做空也是一样做空也是一样。做空的话，比方说本来我们要高位做空85块，但是现在你跟我讲了说70块做空反正在低位可以吗？你一按 sell short limit 的话，它会直接进场，以现在的价格直接进场。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你要试的话可以，你就像我刚刚这样用一点点，然后自己去 try。自己 try 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给你们看到说原来做交易的时候是在这边进行输入，这样当然还没有学会算法的下一个视频所以呢你要试的话就用少少的钱，可能10块这样子就好了 ，OK， 可以吗？这里呢就是输入它的止盈止损点止盈止损点这个止盈止损点的话比方说。OK， 我要做多，我打算在77块低位，然后我看到说 OK， 它涨到79块我就走你就输入79咯。可是如果它跌到76，我就不要玩你就可以输入在止损，然后你就直接开一个 limit 单就可以了。你会看到这里
这里有数字 TP cut loss 就代表你有 set， 如果它是没有的话，就代表你没有 set， 所以这个千万要注意 ，OK， 然后养完 cancel 就可以。基本上 OK， 今天这个视频要跟你分享的3个内容。第一个现货和期货不同，第二个交易基础的交易的术语，第3个 OK 订单的种类。首先这个视频这3个东西你先去了解清楚先 ，OK 明白了过后呢，第2个视频我就会教你更加多一些也一样是基础的一些内容，然后再加第二个、第3个这个视频下去，你就会对交易这件事情有更全面的一个理解，跟你可以直接开始的地步了。OK，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帮我按赞、订阅，然后分享给一样想要学习的朋友们。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拜拜。